一条街有多长，年少就多长。我时常都回到昨天去徜徉，那外面有多大，用笑声去丈量。你背影有多长，思念就多长。我们总是这样借彼此肩膀，我们总是错过幸福那一站，拥有了全世界，可是你却看不见。我宁愿重回到那一年，牵着你去看明天，失去了全世界，还有你在我身边，能不能重回到那一年？你的梦，我的歌，蓝的天，叫永远。能不能重回到那一年？你的梦，我的歌，蓝的天，叫永远。金珠，你是？我是黄志豪的邻居，我叫姚建红。志豪叫我来一趟，其实我来过2次，可是都没看见你。平时我在店后做饼。他怎么了？你知道他住院的事？知道。他要我告诉你，当天晚上他受伤入院，没办法来看你，他很抱歉。不，你叫他别在意。其实我很想去医院看他的，可是我妈说我们年龄没份，不能去。他会明白的，我会把你的心意告诉他。我先走了。哎，小姐，等一等，请帮我拿这个给豪哥吃。吃一个吧，金珠的豆沙饼真的很好吃的。好吃。你怎么不吃啊？我留着，慢慢吃。你有什么话要我传给他的吗？等你出院再去看他吧。小飞怎么样了？他还是把自己关在房里吃饭睡觉。这家伙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建宏，你把他带来，我要教训他一顿。来干什么？我来给头家娘送药。送药？送什么药？
医他儿子的药啊。那头家娘担心没孙子抱，什么都相信。我跟他说，除了打通经脉，还得服药，那药得服很多次哦，每帖100。他为了那太监儿子啊，也得乖乖的给咯。要服很多次，那到底是多少次啊？嘿嘿，我口袋一空，就来哦。我慎重的警告你啊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哎，我也不想再来了。可是你收了5000，我这生意才收了300，你说我能这么快就收手吗？除非你再送我多一点呐。那你要多少啊起码2000。？2000是吗？哎，我给。哎呀！哎呀！不要再让我看到了！给我滚！哎呀！打一次！哎呀！跳抓西样子长，生活空都不在烧好香，啥呢？长定也就好啦。喂喂喂，转过来看看。先拉好，哎，穿上去。来，是西装啊。过来过来。扣上扣上。转过来看看吧。怎么样？哎，好，好，真的是啊，佛靠金装，人靠衣装啊。你看他大衣这么一穿，整个派头就不一样了。是。哎，老林啊，你的手艺啊真好。哎呀，哪里，是无忌的身形好，加上他外表斯文，穿上去啊更显得一表人才。是我啊，是我把他生得有模有样，要不然穿起龙袍都不像皇帝。喂，你干嘛？走得这么难看？啊，裁缝叔说走路不能太快，要不然脚弯得太厉害，裤子会皱。还有身体要挺直，这样西装才会好看。那你要走得自然一点啊，人家不知道，还以为你是痔疮发作了。你不要太紧张，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，那就是马屁拍多一点，那就行了。知道了，爸，我该走那边。哎呀，现在时间还早，不要急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走。哎，5块6啊！哎，杨师傅，哎，5块6。哎呦，无忌啊！哎呦，真的你真好看呐！他公司的董事长请他吃饭呢。哦，他的老板请吃饭，一定要穿得体面一点喽。哎，是。哎呀，无忌啊，看来你要升职啦。哎，你煮面。好，忙。给我来。老黄。哎，爸，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的吗？哎，进来再说。什么事啊？哎，老黄，来站着。来，这个月的租金我先给你。这还不到月底啊？哎，差不了几天。站着，不要乱动。哎，这不是你们家无忌吗？哦，怎么穿得像大老板叫，我都认不出是他了。哇，梁师傅，你中马票了？我也想啊，中马票。都是无忌你中了哦。哎呀，不是，我没有中马票。没中马票，干嘛穿得好像新郎官一样？是他公司的董事长请吃饭的。啊，董事长嘞，你有没有听错啊？哎呀，我又没有耳聋，我怎么会听错？我的意思是说啊，老板请员工吃饭很平常嘛，就好像吃尾牙，年年都有的吃，何必花钱去做大衣呀？什么吃尾牙？现在才几月？是他公司的董事长请他，哎，我儿子啊一个人去吃饭了。那恭喜你啦！谢谢啊。妈，你恭喜谁啊？无忌喽。无忌，你干嘛穿成这个样子？哦，是他公司的董事长请吃饭啊，就只请他一个哦。
有前途啊，是不是升职加薪？人家升职加薪关你什么事啊？后面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你去做，去。哦。爸，我要去厕所。静好。什么事啊？我去洗手。无忌啊，你爸好像很开心啊。是吗？这也难怪啊，做人父母的，谁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出人头地？我也算不上什么出人头地。放心啦，你看上去呀，挺潇洒的，董事长一定会对你另眼相看。是吗？不过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这样董事长才会放心把重任交给你啊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要勇往直前。那就祝你好运啦。静好，明天是星期六，要不要一起看电影啊？干嘛？你要请我啊？是啊。我得上班。那晚上吧。好啊。勇往直前。这句话很重要，你给我听好了。要是你的董事长问起你的家事，那80%是要招你做女婿了。到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我是走江湖卖膏药的。还有建宏当过舞女，更不能说，明白了吗？喂，我跟你说话，你听到没有？什么？这么重要的话，我特别留到后面才说，你竟然没有给我听好。我在想些事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要是你的董事长问起你的家事那就是真的要招你做女婿了。到时候你千万要记得，不要告诉他我是卖膏药的。还有建宏曾经当过舞女，也不能说，听到吗？听到了。来，走吧，走吧。喂，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啊？怎么了？你找我啊？无忌跟他董事长吃饭，我本来要他坐你的霸王车去的。还霸王车？我的霸王车早给政府充公啦。是啊，我怎么忘了？你儿子跟董事长吃饭，那么厉害。我也没有想到，我这臭小子竟然那么有出息啊！你总算苦尽甘来了，儿子那么有出息，你再也不会让人家瞧不起你了。对。爸，那边。王经理。爸，他就是无忌。董事长好。老老实实的，不错。坐。听小女说，你奋不顾身打退了劫匪，救了他。看你一表斯文，还有这个勇气，很好，很好。那是应该的，我有责任保护王经理，不让他受伤害。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我和父亲还有一个妹妹住在小坡。那令尊从事什么行业呢？他是个中医师，我妹妹平时帮他煎药煮药。我这个女儿很有本事，帮我把宠物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不过都快30了，还嫁不出去。爸。王经理他很有本事，也很有魄力，他是巾帼不让须眉，公司上下无不敬佩他。是董事长教导有方，所谓虎父无犬子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爸说的对，马屁不怕多拍。我已经说了，我喜欢爽快，我也希望你能够爽快地告诉我，你想以娶我女儿为前提跟她交往吗？你不愿意吗？不，我只是怕我高攀不上。你别担心，要是我爸嫌弃你，今天就不会来了。不错，最重要的是为人正直，对我女儿好，还有家世清白。
其他的都不重要。更何况，你如果跟我女儿在一起，我还会亏待你吗？爸，无忌，我爸人就这样，很霸道。你别怕，有话直说。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不会怪你的。不，我愿意。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份工作，又难得经理看得起，公司上下都争着巴结我、奉承我。哎，姚先生，你来了！姚先生，请喝茶。爸也开心得很，到处跟人说，董事长要请我吃饭。我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让他以我为荣。要是我拒绝了，就是不给董事长和王经理面子，我一定会被踢出公司。到时我又会被打回原形，被大家嘲笑，说我是个没用的人。不，我不要再过这样的日子了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进来。王经理，你找我啊？以后，在只有我们2个人的场合，你叫我燕霞吧。你别那么拘束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哦，王经理啊，你，我忘了。哦，燕霞，你找我有什么吩咐？你看你什么吩咐不吩咐的？你能不能就不要把我当上司啊？有点难。好吧，就给你点时间适应。恭喜你，你升主任啦，开心吗？开心开心，谢谢你王经理啊，不，谢谢你燕霞。那有什么表示啊？我请你吃饭。好啊，就今晚。今晚？你有事吗？不，没事没事。下班啦？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我升级了。真的啊？昨天晚上请吃饭，今天就升级，好快哦！证明董事长很喜欢你。你升了什么职位？主任。主任，不得了了！没想到平时觉得你笨头笨脑的，原来是深藏不露。可能是我傻人有傻福吧。说不定你是扮猪吃老虎，假装傻里傻气的。其实啊，你心里很会算呢。不是的。跟你开玩笑的，不敲你都不行啊！今晚呢，除了看电影，你还要请我吃饭。怎么啦？今晚我有点事。是不是公司的同事要跟你庆祝？没关系，改天喽。对不起。采访嫂，你炒米粉给小贝吃啊？今天下午你已经煮了一大锅饭给他吃，那锅饭够3个人吃了，你现在还炒米粉？黑心肝的女人，想饿死我儿子啊！彩凤嫂，小贝不能天天无所事事，吃饱睡，睡饱吃的。他是我儿子啊，他要吃要睡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他天天在家不好吗？你这黑心肝的女人，就想他天天往外跑，让我有儿子好像没有儿子一样。走开啦！
彩凤嫂，你这样对小贝，不是爱他，是害他。你才害他，你才是害人精啊！你走不走啊？彩凤嫂，你走不走啊？你走不走啊？你走不走？走啊！小妹，小妹，小妹，起来了，来，起来吃米粉，小心啊，慢慢吃啊。你还想吃什么？告诉妈，妈煮给你吃。就像小时候一样，吃得白白胖胖的，人人看了都说你可爱。别吃了！哎呀，你干嘛？儿子肚子饿，干嘛不让他吃啊？他肚子饿，他刚刚吃了一大碗饭，他哪会饿？哦，原来是你这狐狸精在作怪，你干嘛去叫他爸来啊？你心肠真黑呀你！你看不惯我把儿子养得白白胖胖的，你的心肠怎么那么黑呀你？你不要再怪建宏了，建宏说的没错，不能让他吃饱了睡，睡饱了吃，这样会害死儿子的。谁说的？你没看见儿子乖吗？他这叫乖啊！我说他是没出息，你呀真是越老越糊涂了。你还吃？哎，你以为你是猪啊？猪养肥了还能卖钱？你能干什么？之前我就是苦口婆心的，把口水都说干了，要你好好的跟我学一门手艺，你就是不听，说什么要到外面去闯。好啊，你既然那么喜欢去闯的话，我就让你去闯。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。怎么了？现在怎么不去闯？去飞啊！去啊！你去闯啊！下去啊！你不去闯啊！哎，好了，你干什么？儿子不过想吃一碗米粉而已嘛。好，你说，你想不想吃？好，我今天就让你吃个够，吃个够，你给我吃，吃，给我吃。你干什么？哎呀，老大，不要这样了，我儿子已经很可怜了。他可怜，他吃饱了睡，睡饱了吃，可怜的是我们，是建宏，还有阿豪啊。彩凤叔，别再说了。我不说了，我再也不说了。老大，走吧。你要是再这样宠着儿子啊，这儿子早晚完了。给我出去！起来，起来啊！给我起来！起来啊！你要干什么？跟我走！走啊！去哪里呀？走啊！小贝，帮我把衣服挂起来了。小贝。小贝，起来了，不要再睡啦！小贝，你起来呀！头家娘，吃饱了吗？王媒婆啊，吃饱了，来坐。老大，泡杯咖啡给王媒婆喝。怎么样了？我说到啊，口水都快干了。金珠他妈还是不肯点头。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样了？当初也是她答应的，现在却拖拖拉拉，还不是那谣言？都说是谣言了，还能信的吗？什么谣言啊？不就是阿豪被割掉的事喽？哪有这样的事情？胡说八道，这简直是在恶意中伤的嘛！就是啊，都不知道是哪个混账东西造的谣。我要揍他，将来生儿子没屁眼。哎呀，好热啊！热死人了。老大，拿一包鲜奶来请黄媒婆喝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已经请了个神医来看阿豪了，这个神医可厉害了，连瘫痪都可以医治好。
他还向我保证，一定会让阿豪能够传宗接代的。我也是这么说啊。不过啊，金珠她父母还是说再看看，再看看。看什么看呢？金珠年纪也不小了，再看下去啊，就要变成老姑婆啦。那倒不会啦，有几户人家想娶金珠啊过门呐、可是金珠不答应，她一心啊只向着阿豪哦。真的、啊？听说啊，她还要到医院去看阿豪啊。可是金珠她那个妈妈啊，说什么没名没分的，死都不让她去耶，真是太过分了。王媒婆啊，你经验老道，你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他们也没说的那么绝啦，就表示还有机会哦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金珠他妈又是把钱看得很大的人，只要你们在聘金上多松动一点，那我就再去说说看嘛。2000块还不够啊！你叫他们出去外面打听一下，有哪家的聘金比我们高啊？可不是嘛，他们还想狮子开大口啊！算了，世界上又不是只有她一个女人，我们有钱还怕娶不到老婆啊？说的也是啊，那我再帮你们留意别家的姑娘好了，我走了。王媒婆，麻烦你再走一趟，就跟他们说聘金有的商量，问他们要多少了。好啦，我再去说说看啊。哎，你当家里开银行的，刚刚花了5000块给阿豪行什么生意，现在更过气了，聘金都能开啊？是阿豪要娶金珠的，现在阿豪这么可怜，就顺着他啦。不过你放心，这笔账啊，我一定会向那臭裁缝林小妹给要回来的。泰山，建宏，你的头什么事啊？没事，不小心撞倒的。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小贝呢？又没来啊？他来了。人呢？进来了。你总算来了。我躺在这里都快1个礼拜了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兄弟吗？如果你说你忙着赚钱就算了，可是你看你，天天在家里吃饱睡，睡饱吃。过来。再过来！建宏，你出去一下，我有话要跟他说。林小贝，现在被割掉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我也轮不到你给我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。你看我，一点事都没有。我妈给我找了个生意，她给我输了真气，我现在生龙活虎。是不是？我还是那么的勇猛。你说话，说话！林小贝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怎么好像变了另一个人了？以前的林小贝跑到哪里去了？你给我起来！起来啊！起来啊！
师教我也会流泪。男人流血不流泪，就算天塌下来也没什么好流泪的。你看我，看我啊！被割掉的人是我。你看，我有流泪吗？这不是泪，是我打2箭打出来的。我都不哭了，你哭什么？林小贝，不要再给我看到这副婆婆妈妈要死不活的样子了。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泰山出了院，还是要找生活的。你也知道，他不喜欢留在店里。他跟我说过，他跟你在外面闯的日子，是他一辈子最开心的。为了泰山，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小贝。你还想继续做生意吗？想留在店里帮裁缝书吗？那你有什么打算？既然你没有打算，就让我来帮你打算吧。我邀请你当月饼公主的事儿，你考虑到怎么样了？我当然很愿意啦，可是我平时得上班，时间上不知道能不能配合啊。哦，那不如你辞职吧。郑先生，你想请我帮你卖月饼啊？你好幽默，我就是喜欢像你这样子直接、毫不扭捏作态的女孩子。我请你直截了当的告诉我吧，你想当我的女朋友吗？我是王子，你是公主，王子和公主不是应该在一起的吗？我很幽默吧？你真会开玩笑。不，我是认真的。我对你一见钟情，所以，我希望你能答应我，当我的公主吧。我刚才说了啊，我很愿意当。不只是月饼公主，还有陪在我身边的公主啊。我希望这两者会合为一体，也就是说，你先成为我的公主，然后才能当月饼公主。到时你根本不用担心你的工作，担心你的生活，因为你已经是个真正的公主了。对不起，我想上洗手间。这家伙要我当什么月饼公主，原来是有条件的。不过由此可见，我黄金好多有魅力啊！我该不该接受他呢？你好，我们认识吗？我是无忌的朋友，在百货公司香水部。对不起啊，我没印象。既不是香水小姐，就狗眼看人低。我要是当上太子爷的公主，看你还敢这种态度对我吗？你回来了。你该怎么做呢？啊？哦，
以后你常常要陪我出去交际应酬，这些社交礼仪在上流社会非常重要，稍微不小心就会被人当成笑话。是。还有喝完汤记得擦擦嘴。哦。无忌。金豪，这么巧啊？有位大老板想请我拍广告，就约我来这里边吃边谈。无忌啊，你的工作还真辛苦哦，除了上班，还得陪经理来这里吃饭。好啦，我不打扰你啦，拜拜。这个女人俗气得很，以后最好少跟她说话，以免自己也变得俗气。是。你们住的地方很杂吧？是有点杂。还是找个地方搬吧。我们在那边住很久了，已经习惯了，而且现在要找地方搬不是那么容易的，租金很贵，买屋子要花很多钱的。我们都已经在一起了，我怎么能看你过这种日子呢？钱方面我来安排。哦。哎，我得去打个电话。好。你该怎么做呢？哦。以后别让我再提醒你啦。是。我是真的对你一见钟情的，我从来没有那么热烈的爱过一个女孩子的。对不起啊，我真的需要考虑一下。我真的不明白，你还要考虑什么呀？我就是你最好的选择啦，我是你生命中的王子啊！金豪，他是不是对你不规矩？Rose， 他是谁啊？他是我邻居。金豪，我看他一直按住你的手。我是个绅士，你竟然说我对淑女不规矩，这是破坏我的名誉，我一定要请律师告你。你告啊，我不怕你。你呀，越来越让人刮目相看了。是吗？你刚才竟然敢对他说：“你告啊，我不怕你。”真的好有男子气概。我是觉得他很过分，一直拉住你的手不放。你吃醋啊？不是。他叫我当他女朋友。不行。啊？他有狐臭。是啊，他那狐臭还真的不是普通的臭啊。不过，也许嗅久了，也就不觉得臭了。而且我想，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，是不会在乎他有狐臭的。你喜欢他？问题就是，我一点都不喜欢他。不过他那么有钱，如果我跟了他，日子应该过得不错。那你是不是要跟他？我不知道，所以我没答应他，也没拒绝他。你呢？怎么老是跟那个经理在一起啊？难道他看上你啦？不是，他没有看上我，没有。那是你的运气呀！那个女人一副狗眼看人低的样子，看了都倒胃口。哎，前面是戏院啊。是啊。那你还不表示？表示什么？哦，看电影。快点啊，不然就买不到票啦。好，走吧。妈，哥回来啦！妈，爸，回来就好，休息一下，就上去楼上给菩萨和祖先上炷香哦。哦。我跟你爸爸商量过了，以后你哪里都别去，就留在店里看头看尾的。反正我跟你爸爸年纪也大了，以后这间店还不是要留给你的。哎呦，这是什么天气呀？啊，好热好热！哎，阿豪，
你出院了，身体没事吧？没事，你看老鼠还很大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今天你出院了，我又带来喜讯，这真是双喜临门呢。成了。哎呦，天气太热了，受不了了，口干得很。快去拿一包鲜奶给黄媒婆。是不是成了？成了，不过说到我的舌头都快麻痹了。他们要多少聘金啊？6000。哇，6000呢？哎，他们到底是在卖女儿还是在嫁女儿？头家，话不是那么说的啦。3马路啊，开当铺那个兰家，他们呐也想娶金珠当媳妇啊，聘金可以给到5000啊。只是金珠啊，她一心向着你们家阿豪，所以啊，他妈才没答应对方。你们这边理所当然要加多一点，要不然怎么跟兰家交代呢？爸，6000块能够让哥娶到个好老婆，值得啦！你安静，你懂什么？大人在说话，小孩子插什么嘴？黄媒婆啊，你再过去说说，6000块实在太多了。不行啊，我好不容易说服他们，要是再回去，说不定他们又反悔了。本来啊，金珠他爸还说什么？岂有此理！真过分！哎呦，头家娘，他们呐、本来开8000的，我口水都说干了，才变成6000呐。如果你们呐、都不满意，那我真的没有办法了啦。好了，6000就6000了。观音菩萨，菩萨来保佑我家阿豪早日娶老婆，早生贵子，1年生1个，生足1打才好听。哇，外婆要你娶只母猪啊，1年生1个，生足1打。哥，我去上班了。等等，什么事啊？刚才王媒婆跟妈说了什么？王媒婆说，金珠她爸本来想要做什么？我没有听到啊，我快迟到了。我真的快迟到了。你说了，我就让你走。我真的没有听到。金珠她爸说了什么？他说，本来想要你脱裤子检查，才决定要不要让金珠嫁给我。快去吧，别迟到了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王媒婆说对方肯啦，可你爸说啊，他答应的这么爽快，肯定有古怪。妈，不会的，他是个好人。你还没过门呢，心就向着人家，真的是女大不中留。我才不是。那是你自己说要嫁的啊，万一他真的像外头传的那样，你可别后悔。